五一假期刚到，尼格买提就又火了。这次不是因为主持节目，也不是因为春晚，而是因为他晒了一组回家的照片。小院不大，宁静雅致，绿意盎然，美得像一幅画，藏着生活最深的浪漫。说是家，其实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。蓝色的木窗，手工地毯，院中长桌，庭下茶香，每一个角落都透着新疆的地域风情和文艺气息。更抢镜的是院子里那位坐在亭子下喝茶的老人，白发苍苍，满脸文雅，眼神清澈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不少网友一查资料，瞬间惊了，原来这就是他爸，难怪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。是啊，生活中的尼格买提干净温和有教养，这背后少不了那个一直沉默却分量极重的父亲。别人家的孩子也有个别人家的父母。1983年，尼格买提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。他不是那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公子，但他出生在一个真正有文化、有情调、有规矩的家庭。他父亲热河曼马木提是伊犁人，精通多门语言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还当过新疆人民出版社翻译编辑室主任。用现在的话说，这是个既有知识又有分量的文化大咖。尼格买提的母亲热兹万早年是新疆歌剧团的歌剧演员，后来转行做配音导演，参与译制过《红楼梦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经典作品，是本地广播电视圈的资深幕后高手。小时候的尼格买提和很多内向的孩子一样，不敢举手，不爱说话，说起话还容易结巴，但父母没放弃他，他们不逼尼格买提一定出人头地，也不让他躺平，而是用最文艺也最温柔的方式带他接触演讲、朗诵、舞台，让他说出第一句话，迈出第一步。后来尼格买提看了一本何炅写的书《快乐如何》，那一刻少年尼格买提眼睛一亮，他想成为那样的人，阳光、自信、有影响力。于是第一次参加主持人大赛，尼格买提就拿了全国第3名的成绩，顺利考进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。那一年他18岁，再后来他误打误撞去给同学当节目亲友团，结果跳了一段新疆舞，被开心词典的导演相中，从此一脚踏进央视大门。谁说人生没有奇迹？但这个奇迹是父母一砖一瓦打下的地基，是他自己一次次咬牙坚持、默默努力换来的。30岁结婚，40岁单身，孩子这件事，尼格买提真的纠结过。工作上顺风顺水，感情上却跌宕起伏。2009年，他去印尼旅游散心，遇见了一位新疆姑娘帕夏古丽。女孩温婉大方，在北京做珠宝设计；男孩阳光体贴，已是央视新人主持人。两人一见如故，很快确立关系。2013年，小尼30岁，两人结婚。一场隆重的婚礼在新疆举行，亲朋好友纷纷送祝福。那年他刚好接到开门大吉的主持邀约，一切看上去都刚刚好。可惜婚姻从不是光环的叠加，而是琐碎的磨合。结婚后两人都忙，尼格买提频繁出差，帕夏继续进修，去了英国深造。父母开始着急，催他要个孩子。他心里不是没想过，但一想到工作状态、精力安排，他又犹豫了。他不是逃避，而是慎重。他曾说，如果我没时间带孩子出生干嘛，那不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。老人劝他把孩子生下来带回新疆养，他拒绝，他要的是父母陪着孩子长大，而不是把孩子丢给父母。可惜两人都太理智，太理智的人往往容易走散。2020年，帕夏远赴英国，夫妻俩开始跨国分居。疫情来了，距离更远，联系更少。直到后来，有网友发现小尼的社交平台没再出现妻子的身影，开始猜测两人离婚。他没公开回应过，但也没否认过。直到2023年，有网友留言问他是不是离婚了，他的工作人员低调回复没有，他们挺好的。可2024年又有新消息爆出，两人其实已经离婚多年。人们唏嘘，但更多的是理解。婚姻不易，孩子更不是万能钥匙。有时候不是因为不爱，而是因为无法继续。风光背后有自由，也有沉默。如今的尼格买提已经是央视台柱子之一，从开心词典到开门大吉，从春晚合唱到独立主持，尼格买提是目前为止春晚上出现最多的80后男主持人。
工作上他拼，生活中他静。他不买豪车，不晒名表，放假就回新疆老家陪父母。父亲80岁了，依旧精神矍铄，坐在蓝白小亭子下喝茶聊天，一副文化人的姿态。母亲70多岁，卷发长裙，笑容可爱，像个童话里的维吾尔族妈妈。他们一家在蓝色窗棂的院子里喝茶、拍照、聊天，岁月静好，得让人羡慕。邻居路过都会说一句：这家人不简单。确实不简单。主持之余，他还创立了你好生活节目，亲自担任导演兼主持，带团队全国拍民宿聊人生。他用镜头记录别人，也用心去经营自己的平凡时光。收入方面，他也曾在直播中自嘲过，工资7000多，拿的是死工资。有人听完笑了，也有人心疼。其实他不在乎这些数字，他要的是内心安稳，是那份掌控感。他不完美，有遗憾，有挣扎，但他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不讨好，不将就，不盲从。有人说他是央视最温柔的主持人，也有人说他是最不油腻的中年男人，但更难得的是，他活得通透而从容。在这个快节奏、浮躁又喧嚣的时代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能把工作做到极致，把生活过得干净利落，是很难的。不需要别人定义他的成功，也不靠婚姻、孩子来证明完整。他就是他，干净、温暖，坚持做自己，哪怕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成诗。那种不动声色的自由，本身就是最顶级的底气。这里是时光浮生，记录岁月里的你我他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段时光不见不散。